我们这最早应该是2008年的时候，我们就成立了这样的有这么一个想法，叫家园，然后我们就是一些朋友们一起，然后大家有一些艺术家，有一些都是一些年轻的朋友，他们有的写作、画画、做音乐什么的，然后我们聚在一起，就是在青岛，当时一个海边，我们在那儿创作啊什么的，那个时候我们实际上不考虑什么经济的问题，然后大家有很多的时间去做自己的兴趣，这样，然后，但是后来呢，逐渐的随着大家年纪增长，然后逐渐的有很多的经济问题出现，然后大家有的就需要去买房子呀，有的需要家里需要要求他去工作啊什么的，然后就把他自己的一些就是一些自己的兴趣啊，慢慢就放下了，所以我觉得有些可惜。然后当时那个时候我们尝试过一些方法吧，如何去找到一些低成本的生活方式，比方说我们想到去使用城市里边的一些废弃的建筑，还有一些工地啊这些地方，然后我们就进去把这些废弃的地方重新清理干净，然后我们就是住进去，然后放上我们的一些书呀，有时候在那里做一些活动啊这样。然后后来但这些事情都被那个当地的一些政府制止了，制止之后我们就很多朋友后来就越来越少的去做这些事了，那么我当时觉得我还想让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轻松的去做创作的这样的一种轻松的生活状态能继续下去，所以我就想找一个就是可能更加稳定的一块地方去做这些事儿，也没有别人去干涉，于是我就慢慢在青岛周边找到崂山啊这样的地方，然后那个时候我脑子里已经有了一些想法，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家园》，把我们所有这个目前这个现实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以及一些社会问题以及我对这些社会问题的看法，还有我想象的未来是什么样子的，这些事情都写了下来，写了一篇文章，这个文章叫《家园》，然后我就希望这样一个对于就是一种这个家园呢，就是说不是对我或者对你或者对任何一个人，它是一个就是找到一种家的安全感的那种状态，而是对于社会上的每一个人，这个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是有一个这样的，可以让他感觉到这个是一个称之为家的这样一种状态所以希望实现这样一种目标，所以就制定了一个计划叫家园计划，那英文就叫 Another Land。那么这个英文实际上意思是像我想的是它叫另一个，就像一个天平一样。然后我觉得就是大家的这种价值观还有这种想法很容易就是因为人的这种因为人的很多能力的有限，人们只能够关注到自己眼前的一部分的事物，无法看到背后的这些内容，所以说人就存在一种盲区，这种盲区就导致人们只能关注眼前的事情，会忽视很多自己所关注之外的那些其他的各种的这些因果，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我们能够去为那些人们忽视的东西，比方说现在大家都在追求挣钱或者利益最大化这样的一个就是这样的一种主流的这种价值取向，那可能很多东西都会被忽视，包括人与人的这种关系还有这个包括这些环境问题等等的都会被忽视，所以我觉得我们希望做一些事情或者说我特别就是想要在这些方面做一些努力，然后让那些被忽视的东西得到重视然后这样的话这个天平就会平衡一下然后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动机出发点吧，去做这些事儿，所以就把这些事情就称之为叫 another project another land， 就是一个计划然后这样